你能相信吗？在青藏高原还有如此雄伟的红层地貌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丹霞。但神奇的还不仅是丹霞地貌，在这座特别的青海小城里，没有冷峻高耸的雪山，没有荒无人烟的戈壁，有的只是一湾纯净碧水、艳丽丹山，还有温柔的森林与草原。在青海，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度假了。这座五彩斑斓的花园小城究竟在哪里？欢迎来到青海尖扎。相比青海绝大部分的旅游目的地，尖扎其实并不遥远。从省会西宁出发，不到1个半小时，当你能看见一条碧绿的大河从高山脚下蜿蜒而过时，尖扎就到了。从高处眺望，这条河流就像一根绿色的飘带，而且它的名字大家其实非常熟悉，那就是黄河。是的，这里就是黄河上游地区，而这个坐落于黄河怀抱里的小城便是尖扎。尖扎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，黄河与扎马山将这里南北包围，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过它的名字。但是，中国极为重要的2大地理要素却在尖扎剧烈碰撞。在尖扎，丹霞地貌分布广泛，散落在河流两岸、峡谷深处，甚至高山之上。但其中最壮观、最美丽的丹霞，便位于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。没错，在这个遥远的小县城里，竟然隐藏着一座国家级地质公园。看，远处红色的崖壁直上直下，水平的纹理像是连片的宫殿。在它的周围还有更多顶部平整的红色山丘，像是起伏的堡垒。它们共同构成了数量众多、形态各异的红色风林和蜂虫，像是在大地上涌起了一簇簇火焰。这样的坎布拉还将与周边更多的地质现象一起，成为青海的第2个世界级地质公园。而更神奇的是，坎布拉丹霞正好位于黄河里加峡水库旁边，本就清澈的上游黄河水经过了水库的沉淀，更显碧绿。围绕着红色丹霞温柔流淌，是对碧水丹山这4个字最完美的诠释。尖扎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尖扎雄化盆地西部。在高原完全隆起之前，它曾长期是一个封闭的小湖盆，不断堆积来自周边山地的沙石，最厚处可达上千米。随着气候变得干燥，沙石泥土逐渐染上了氧化铁的红色，成为封印在大地深处的红层。当高原继续隆起，黄河和众多支流不断切开大地，便也将这些红色的大地之星暴露出来。不过，丹山和碧水毕竟只能提供2种色彩，不足以支撑尖扎五彩花园的称谓。想要了解个更加多彩的尖扎，我们还要继续登高，去探访尖扎的高山花园。这里是位于尖扎南部的一处高山草原，海拔足足有3400多米，只有各种草类植物能在此处生长。开阔的草原从附近的扎马山一直蔓延到地平线的尽头，几乎再无其他遮拦。这里牛羊成群，风车矗立，勾勒出高原独有的那份天高地厚。当地人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尖扎滩。我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，静静地坐看天高云淡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阳光实在是有点刺眼。如果这时可以有一片森林提供一下阴凉，是不是会更好？走吧，带你去找森林去。你可能很难相信，在如此毫无遮拦的草原上，哪里会有森林呢？我的前方就是峡谷，来和我一起纵身一跃吧。从高处俯瞰，
原本完整的草原被无数峡谷切割，大面积的森林就生长在峡谷内，使间扎的森林覆盖率在青海省名列前茅。走进峡谷森林，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，而且你看，我周围长满了高大挺拔的云杉，脚下则是厚厚的苔藓，还有洒落一地的杉树叶子，走起来非常松软。你听，下坡的方向好像有流水的声音。走，我们一块去看看。哇，在随着溪流下降的时候，我还注意到森林里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阔叶植物。当秋天到来，这里一定会非常美。正是这些山顶上的开阔草原与峡谷里的茂密森林，共同构成了间扎立体的高山花园。每年都会依次上演春季的漫山花海、夏季的林草青翠、秋季的层林尽染和冬季的山雪皑皑，而这同样源自高原和黄河共同的塑造。距今120多万年前，古黄河源头切开积石山，进入了原本封闭的间扎雄化盆地，使盆地内部产生众多峡谷支流，将原本平整的高原地表不断切割，产生剧烈的海拔变化。再加上季风的吹拂，为它带来每年近400毫米的降水。所以，这里虽然是高原，但其实并不干旱寒冷，而且也不缺氧，甚至有点像青海的阿勒泰。不过，在间扎，你除了可以悠闲度假外，还有一项十分古老的运动——等级体体验。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技艺，但在现代社会，除了少数运动员和爱好者，早已没有人再去修炼。但在间扎，射箭却已经融入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。这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射箭比赛？但实际上，这只是我们安排的一场表演。当地人真正的射箭比赛要比这更加激烈。生活在间扎的人们，将原本用于作战和狩猎的射箭，转变为一种现代运动。间扎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射箭之乡。不仅如此，间扎人还将古老的弓箭制造技艺传承至今，在当代发展出五彩神箭文化。这是一支现代比赛用碳素箭，但在间扎还有一种更加传统的箭，就是这种五彩神箭。它拥有木质箭身、羽毛尾翼，还有丰富的色彩。这些颜色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吗？zanduqariwatan shidi ananduqni hiretn rogum sarnduqni jorshitang chuchir nagduqni tohitang ranim hamarduqni chusamtang sonhe。神箭的五彩又和间扎大地的丰富颜色相互对应，分别代表着天空蓝、黄河绿、高原黄、土地黑、丹霞红。人与自然在青藏高原不断相遇相知，而这样的故事，早在1000年之前就已在这片土地上发生。这里是黄河边的拉毛村附近，在这一带曾经出土过一枚只有婴儿手掌般大小的双孔石刀，它长约6厘米，宽约3厘米，除了中间2个主孔之外，周围还分布着15个小小的小坑。很难想象，5000多年前的古人竟拥有如此精湛的工艺。当年的遗址，今天已随着黄河公波峡水库的建设而隐匿于水下。但是，这股文明的星火却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一直熊熊燃烧到了今天。放眼整个青藏高原东北部，间扎所在的河湟谷地，
因为自然条件相对优渥，水热均衡，历来是青海农业最发达、人口最稠密、交通最便捷的精华之地。数千年里，藏、回、汉等不同族群的人们陆续来到坚扎，他们因地制宜，在河谷、浅山、高原等不同的地形区域发展农牧，繁衍生息，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。就这样，黄河与青藏高原剧烈碰撞，让坚扎在青藏高原一个小小的盆地内，拥有青海除了盐湖、戈壁以外的几乎所有景观，浓缩的碧水丹山、峡谷森林、高山草原，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五彩花园。如果你到了青海，请别忘记来到坚扎。